一个农民自家的红薯窖引发出一座唐代古墓的发现，建造墓葬的田土为何全部为朝土？大量金银器罕见地被做成一整套仪式感满满的茶具，昭示着怎样的唐朝饮茶风情？安史之乱烽烟四起的年代，这位女墓主为何在乱世中实现了阶级跨越，过上奢靡的贵妇生活？她究竟是谁？她的茶盏里盛的是甘露，还是晚唐的王朝风雨？本期视频跟随眼见古今，一起探寻这座来自唐朝的顶级贵妇之墓。1991年3月17日，河南省伊川县鸭岭乡，小村像往日一样，在夜色降临中准备安睡。这时，村边一处土坡传来悉悉索索的声音，远远看去，几个人影像是在地里挖着什么。正好有一位村民路过，见此情景觉得不正常，他直觉很可能是有人在盗墓。见对方人多，自己又孤身一人，村民没敢上前询问，而是不顾天黑，连夜急走8公里到派出所报案。执勤民警接到举报，带着2名民警连夜朝疑似案发地赶。根据村民的指引，民警们迅速冲到田里。由于天黑，村民也提供不了特别精准的位置，他们找了几处没有什么发现。就在民警怀疑村民可能是误报的时候，对面一户亮灯人家引起民警注意，他们决定去问问看看住在那里的村民是否知道点什么情况。这一问不打紧，村民说是他家在挖红薯窖，红薯窖塌了。鸭岭乡一带的土地适合种植红薯，当地人有挖红薯窖储存红薯的习惯，几乎家家都挖，这本身没啥稀罕的。而且在挖红薯窖的过程中，也经常会出现塌方的事，大家见怪不怪。奇怪的是，这挖窖的时间，当地人可没有黑灯瞎火挖窖的习惯。明明知道有点不对劲，但也盘问不出更多。民警决定去这家人的红薯窖看看。窖边是新挖出的黄土，手电一照，红薯窖中没有红薯和常见的农具，给人的感觉空间很大，已经超越了一般红薯窖。手电照时，黑洞洞的地底疑似偶尔闪烁着一点幽微的金光。民警趴在窖口喊：“下面有人吗？”回声空空荡荡，民警决定下到里去看。2个民警下到洞里，一个在洞口留守。人下去不到10分钟就出来了。出来的时候，一共上来了4个人。原来红薯窖里还藏着2个人。来不及休息，民警将这2人连夜带回了派出所，开始盘问审讯。此时已经是夜里2点过了。审问结果得知，2人果然是盗墓贼。不过他们怎么知道红薯窖底下有古墓的呢？原来作为重要的红薯产地，红薯的储存和保鲜一直是村民面临的问题。当地人有一个习惯，就是在挖好做红薯窖用的土坑后，会往坑里灌水，然后再储存红薯。这样对窖藏的红薯能够起到一定保湿的作用。而就是在灌水的时候，这户人家发现蹊跷，怎么往里灌水都存不住，往下渗得很快，还在红薯窖中发现了一个洞。不过村里当时也有人来看，也没多想这洞到底是怎么回事。而盗墓贼却惦记上了红薯窖底的洞。盗墓贼交代说，他们已盗挖3日了。第2天黎明，一条警戒线拉了起来，而洛阳市第2文物工作队接到报告，赶到现场进行勘查。根据嫌疑人的交代，警方也同步开始了追讨被盗文物的工作，并在村中进行外围摸排工作。考古队也来到现场进行勘查工作。墓葬初步断代为一座唐代墓葬，在发现盗墓贼的红薯窖中，工作人员初步查看盗洞，没有发现文物遗留。结合现场情况来看，给专家的感觉，盗洞所在位置疑似墓道。如果假设这里是墓道，应该通着附近的墓室。而墓道所经之处，是否还有其他红薯窖？还存在更多的盗洞呢？考古队员扩大了的勘察范围。很快，工作人员眼前出现惊人的一幕，他们发现离案发地点不远处，果然还有4个红薯窖。探测显示，墓道贯穿在这几个红薯窖的底部。随后，洛阳第2文物工作队会同伊川县文管办联合对墓葬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工作。
沿着4个红薯窖的方向，考古工作人员开始对墓道的清理发掘。墓门前的甬道在古墓中并不少见，不过眼前的墓道很长，目测约有28到30米。这样长的墓道说明墓葬的主人绝非普通平民，因为按照唐朝的葬俗礼制，什么身份的人修什么样的墓是有规定的。长墓道意味着墓葬主人的身份可能是贵族。挖掘过程中，考古工作人员发现十分特别的一点，就是墓道的填土夯得十分结实，全部用的是炒土。怎么说呢？这炒土的结实程度有点像以前中国北方地区农村广泛使用的土炕那种土。如果你试着捣碎土炕的土，会发现非常艰难，就像在敲碎石头，是一件十分艰巨的任务。炒土其实就是经过高温炒制的熟夯土，非常坚硬，一铲下去火星乱蹦，正是炒土的典型特征。高温炒制的土非但不反潮、不长草，连害虫也敬而远之。这样的土是古代绝佳的建筑材料，但它需要耗费巨大的人力与财力。不过，在墓道的发掘过程中，工作人员发现墓道有坍塌，这就很奇怪了。说好的比土炕还坚硬的，怎么又会出现坍塌呢？考古专家对此做了解释。墓葬的年代在唐朝，经过近1000年的风吹雨打、日晒雨淋，夯土肯定已经比较脆弱，但最大的原因可能还是村民的往红薯窖的灌水行为。村民灌水导致大量水进入，侵蚀了墓道，最终导致了倒塌。越过墓道的坍塌处，阳光像被人掐断一般，只剩头顶一方狭长的天空。工作人员还发现了3个天井，3座长方形天井依次出现，仿佛3座竖井直通云端。天井的发现让众人感到兴奋。这个标志性的建筑元素的出现，意味着墓葬的主人肯定是贵族。天井作为墓葬的出气口，在墓主人下葬时，很多的随葬品就是通过天井放进去的。而修多修少，唐朝的礼制也是有讲究的，3品以上官员可设3过洞、3天井，1品可置5天井。由此可见，墓葬主人的身份至少是3品以上。眼前的这座墓葬并不简单，拿今天的话说，它是有等级的。此时，考古队的清理和挖掘朝墓门方向一点点推进。与此同时，民警们在村内摸排追回了一件文物。这是一张小桌子，是金属材质，上面雕刻着花纹，非常漂亮。桌面上是缠绕的忍冬纹，镂空工艺繁复，底部有4足，微微向内弯曲，刻有兽体，鹤首低垂，似在沉思，颈部有完美的弧度。如此精美又如此迷你的一张小桌子，到底是用来做什么的呢？考古队思考着它的用处。唐朝有个名人叫陆羽，被人尊为茶圣。他写过一本很有名的书，叫《茶经》。根据《茶经》的记载，考古队推测，这个小桌子极有可能是唐代贵族在监察程序中专用的制茶器。完整的制茶器上层为半球形镂空银罩，既通风又防茶沫外溢，下层为浅盘状银托，可制炭火或热灰。考察时，将茶饼置于罩内低温慢焙，随时揭盖翻动，使茶香散而茶饼不焦。这么看来，这位墓葬主人应该是个茶艺爱好者。而墓葬现场的清理工作也在向纵深和横向双向进展。当手铲插入土层中时，考古队员敏锐地注意到填土的颜色发生了变化，这表明盗掘的面积非常大，至少有80%的地方被盗墓贼动过。不过，细心的考古队员还是在挖掘的泥土中发现一些细碎的金片，这些东西看来十分精巧，应该是服装或装饰的金银装饰件。眼前这件物品纯金铸造，造型精巧，纤细的金丝掐成的卷草纹饰十分精美。考古专家分析，这应该是衣服上的坠饰。考古队决定用更细小的筛子来筛，一点土都不放过。不过，有的东西只有米粒大小，还是会从筛子孔中漏掉。于是，考古队安排人工进行排查，
用最细的筛子筛过之后，再用6人用手来检查筛过的土。就是这样，墓葬中许多些细小的东西被一件件的重新找回。清理掉泥土后，它们散发出金银珠宝的光泽，数量之多超出众人的想象。从这些发现物还有它们精巧的细节，专家分析应该是步摇、钗坠、戒指、衣饰等华丽的装饰物。墓葬主人有可能是个女人，而且身份尊贵。此时考古队来到一块青石木门前，木门上面虽然也有雕刻等精美的纹样，左边是文官，右边是武力，但它不仅小，还没有门楣等相关建筑的附件，给人的感觉十分简陋。按理说，石质木门除了挡住盗墓者，另一种作用就是彰显身份。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考古队的思绪被牵到墓葬所处的年代。难道墓葬主人是草草下葬，或者是有什么特殊原因？答案也许就隐藏在这道看似狭窄的木门之后。木门被打开，露出一座长方形的墓室，东西 3.4 米，南北 3.9 米，高 2.4 米，西侧是一张棺床，上面的木棺椁已经腐朽。按理说，能够拥有这么多精美的器物和饰品陪葬的女主，家世一定不俗，为什么会选容易腐朽的木材来做棺椁呢？木棺残留和人骨碎片让考古工作人员心中充满遗憾。不过，在墓室和甬道之间，考古工作人员还发现了一个木头做的门。曾经的木门留下了门楣和门钉，是否华丽精美也无从知晓。而这时，警方又追回了2件新的文物。清理修复后，是一件双鱼纹海棠花形金盏，碗壁犹如一朵盛开的花，口沿处精心刻画着一圈水波纹，碗内錾刻的双鱼首尾相对，似乎是在嬉戏追逐。另一件则类似敞口的碟子，纯银的质地已经氧化，略微发黑，被命名为双鱼大雁纹鎏金银盏托，边沿4角微微翘起，犹如一片荷叶，4条小鱼以及内部的10只大雁使用了相同的鎏金工艺。同样是参考陆羽的《茶经》，考古队发现这些器物竟然都是1000多年前古人用来喝茶的。而随着清理进展，考古工作人员在墓室中还发现有6根支撑的柱子。这个情况非常特殊，因为在唐墓中按照形制，这可不是标配。专家分析，柱子应该是用来支撑墓顶的。墓葬主人在世的时候，墓葬曾出现过垮塌现象，所以进行了修补。不过，究竟是什么原因让墓葬主人在当墓葬坍塌时没有选择重修，而是补救呢？简陋的墓葬和奢侈的随葬品，这种对比反差继续出现在了接下来发掘出的文物中。筛土过程中，考古人员共清理出宝石微是1370粒，最大不过黄豆，最小仅比芝麻略大。材质包括琥珀、玛瑙、绿松、水晶、青金石、玻璃等等，颜色从月白、杏黄到深海蓝，渐层铺陈。最珍贵的是7颗蜻蜓眼玻璃珠，球体直径5毫米，蓝白眼圈层层套叠，是地中海东岸传入的舶来品，这也印证了晚唐丝路贸易的繁盛。经过持续的清点，墓葬共出土随葬品高达1659件，其中最有特色的是21件金银器，件件皆与饮茶有关，它们的功能覆盖制、碾、罗、煮、注、饮6大环节，俨然一套可移动的贵族茶寮。比如这件长柄单流带盖银当，底部刻有4两2分窄，考古队员最初以为这几个字是银当自身的重量标记，上称一称，结果发现不对。经过比对，这是唐代人使用的量茶器，茶匙一次恰好可以舀取，茶末4两2分，相当于今天的6克，正好可以对应陆羽《茶经》中所说的方寸比的标准。而长柄在使用时可以深入到茶釜中，缓急烫心，使茶末与沸水交融。这是提梁银罐，它是用来烹煮茶水的汤瓶，高10厘米，口径8.4厘米，银片垂叠后上下焊接，腹部最大径处用6瓣花形银铆钉加固，提梁素面，两手卷曲成 S 形，既轻巧又坚固。对于考古队来说，
大量金银器的出土意义非同小可。因为唐墓里金银器出土其实并不像一般人想象的那么多见，因为中原地区人们更习惯把金银作为货币或者小件饰品。大量金银器的出现表明墓葬的独特，不同于一般中原贵族。这是银锅与银当，这两件东西也是茶具，是用于煮茶出沸，锅用来煮水当温茶，互为表里。这件鎏金银龙壁透雕卷草，顶部有可旋转的小盖，龙内还残留着黑色茶饼碎屑，经检测为蒸青团茶。龙底还有一圈焦黑，说明曾直接用它在火上制茶。这是银柱与银则，银柱长 14.2 厘米，顶端焊有小环，银则形如铲刀，用来取墨量茶。两者都配有鎏金小链，可悬挂于龙侧，取用时叮当作响，风致盎然。值得一提的还有这只白玉碗，直径 8.3 厘米，通高4厘米，玉色白中闪青，玉质莹润通透。从外观来看，完全与唐代时用的瓷碗外形相同。不过匪夷所思的是，碗的内壁刻着极细的网格，遍布整个碗内。这网格同样令考古人员感到困惑，如此费工，难道仅为装饰吗？专家给出了答案，原来这只刻格白玉碗并非茶碗或吃饭的碗，而是一只玉雷钵。网格并非装饰，而是增加摩擦面的研磨齿。唐时所饮用的茶叶以饼茶为主，喝茶时将烤过的茶饼放在碗底，用玉杵或银杵反复旋压，可以把茶饼碾成细茶末，供煎茶或点茶使用。墓中还出土古雕35件，包括微刻书壁、镂空香囊盖、小圆雕卧狮等等。其中一件古书残长7厘米，书背后不足2毫米，却刻出3层缠枝卷草，草叶最细处不足 0.3 毫米，需要用放大镜才能看清。漆器虽已腐朽成灰，但金银薄片仍牢牢贴附在漆灰表面，纹样有折枝海棠、对鸟衔兽，金属平均直径 0.4 毫米，排列成斜向人字纹，可见当时的唐朝精修工艺之繁复。墓葬中成系列的茶具的出现，把茶经中制茶、碾茶、罗茶、煮茶、酌茶的文字记载具体化为可触可视的实物。唐人喝茶有多讲究呢？这种贵茶之风从开元、天宝年间就开始流行，到了大历、建中那会儿更是火得一塌糊涂。宫里专门设了茶库，湖州紫笋、蜀地蒙顶石花，这些顶尖好茶清明前就得快马加鞭送进长安。每到元日、冬至，皇帝先在大殿赐茶，百官排队领汤，茶香混着炉烟飘得老远。王公贵族家里也是十分讲究，先把茶饼烤一烤，再碾成末，热水一冲，3沸后倒进金花银碗，汤色像月白。张轩《捣炼图》、周访《调秦绰名图》中都有描绘，侍女们就在花树下抱琴喝茶，一手托盏，一手掩唇，小口轻啜，发髻上的步摇伴着茶香微微颤动。看到这里，大家可能想问，既然墓葬主人是一个女人，而且是一个爱喝茶的贵族女人，那她的身份到底是什么呢？她又有着怎样的人生经历呢？墓志的发现解答了墓葬主人身份的问题。清理墓葬的过程中，工作人员发现了墓志，拂去覆盖在青石上的泥土，看似不起眼的青石上显露出匀整的篆额，上面写着唐故齐国太夫人吴氏墓。这块青石墓志长宽各1尺余，厚约4寸，四周刻着缠枝牡丹以及小鸟衔着丝带的纹样。志文共有961个字，楷书恭谨而遒劲，记录着墓主的姓名与生年卒年。上面说，濮阳吴氏，字季华，生于开元之癸卯，卒于长庆之甲辰。意思是说，墓葬主人姓吴，名季华，生于公元763年，卒于824年，享年61岁。而最显眼的是这位吴氏的来头，皇城德军节度使、检校司空、赠太尉、太原郡王世贞之夫人，今承德军节度使承宗之母。她的老公是承德节度使王世贞，他的儿子王承宗也是节度使。
一句话总结就是说，她既是节度使夫人，也是节度使的亲妈。作为承德节度使王承宗之母王世贞之妻，吴氏生前曾2次被诰命为国夫人，齐国太夫人5个字是她的封号。按照唐制，国夫人是外命妇第1等，非一品大员的母妻不得封，而齐国更是实望之姓，说明她的赐号之重仅次于皇室。那么节度使到底是个什么官职呢？在唐朝，节度使起初只是临时派出的持节大将，打完仗就撤。可边境没完没了的打仗，朝廷没钱养兵，干脆把兵权、粮饷、税收全交给节度使，让节度使自筹自己。这一放权，节度使便由单纯的军帅，相当于变成割据一方的诸侯，麾下兵不再是天子之兵，而是某家军。安史之乱就是这一制度最惨烈的主角。公元755年，身兼3镇节度使的安禄山造反，8年战乱，把盛唐打衰。乱后，朝廷为安抚平叛功臣，把河北3镇承德、魏博、幽州正式授予降将。这时，王世贞之父王武俊被封成为德军节度使，也就是说，墓葬中这位贵妇吴氏的公公成为安禄山之后的继任者。而这以后，节度使的位置一直属于王家。为了换取表面上的臣服，朝廷不得不一次次加官进爵，把国夫人封号当作糖衣炮弹抛向河北。吴氏的国夫人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有了2次加封。与其说是一种荣耀，不如说是一纸政治契约。朝廷承认王氏的世袭特权，王氏则维持对长安最低限度的忠诚。压岭乡墓主人吴氏，她的公公、丈夫和2个儿子都曾是节度使。一家出了4个节度使，从嫁入王家的那一刻，这个女人的命运就与家族还有大唐王朝的命运紧密相连，因为这里是大唐帝国战争的前线。不过，吴氏为何会安葬在伊川县压岭，而不是承德军的治所阵地呢？这个问题，考古队查阅了大量史料，找到了答案。原来，压岭乡墓主人吴氏一家共出了3代4人的节度使。公公王武俊是安史旧将，杀李宝臣后自立，成为安禄山之后承德军第2代节度使，赐封赵王。而吴氏的丈夫王世贞，王武俊之子，继位为第3代节度使，赠太尉、太原郡王。吴氏的长子王承宗是第4代节度使，曾与朝廷对抗，兵败后仍留任。而吴氏的次子王承元，王承宗之弟，在王承宗死后短暂继任为第5代节度使，不久主动上表归顺朝廷，带兵入朝。承德镇自此改由中央委派。公元809年，王世贞去世了，儿子王承宗接班当上了节度使。好日子没过几天，元和末年，公元820年左右，皇帝连年派兵打淮西、打承德，王承宗吃了败仗，只好低头认输。朝廷嘴上答应既往不咎，背地里却让临阵盯着他。随后，公元820年冬，王承宗也去世了。当时吴氏也已经病重，看起来将不久于人世。他的次子王承元，此时以观察知识身份暂代军务，手握实权。不过，对于母亲丧葬事宜的准备，王承元却感到左右为难。兄长的去世后，他打算出面继任节度使，而当时河北的局势动荡，承德镇内部不稳，朝廷又虎视眈眈。要是按老规矩把母亲送回河北老家安葬，动静太大，朝廷肯定起疑心。想来想去，只能选个折中的地方，那就是洛阳城南的伊川县。那儿离长安只有2站路，既不在河北地盘，又方便朝廷派人盯着，两边都能接受。而且伊川属东都畿内，土地、工匠、祭礼资源齐备，也比较方便，快速低调下葬。于是30丈长墓道，3重天井，朝土夯筑的墓葬工程在压岭悄悄展开，而墓门却简陋到近乎寒酸，没有门楣，没有石兽，甚至连门额也被匆匆凿平。而墓室中出现的坍塌也是用柱子匆匆修复，并没有重建。甚至连棺木可能因为比较显眼的原因，
都没有选上等防腐的木材，可能也是为了避险。总之，墓葬修建得极为低调，仿佛是在向长安示弱，我们仍是天子之臣。吴氏去世后，低调入葬。不过，虽然墓葬大面积被盗，从残留的陪葬品和各种细节的奢靡来看，却彰显着这个节度使家族财务方面的雄厚实力，以及墓葬主人生前的奢侈。唐墓中极少出现的，当时十分珍贵的金银器，在陪葬品中多得跟玩具似的。此前在发掘过程中，我们提到的墓葬形制的简陋和出土物品奢华之间的矛盾感，至此也有了解释。虽然国夫人这个封号仅是地位的象征，并不代表实际的权利，但可以想象是这位节度使夫人齐国夫人吴氏应该也跟随家族历经了很多政治风雨。作为一位爱喝茶的女人，或许她从喝茶中得到过不少的安慰和放松。袅袅的茶烟覆盖着刀光，让茶汤的甘苦只有饮它的人心中自知。一盏茶汤的时光中，也许这位国夫人内心或许曾无数次叩问岁月，祈福家族的安宁。当然，这都只能是猜测和想象。如今墓葬出土的文物安卧在河南博物院唐代茶文化专厅，21件金银茶具囊括了垂蝶、赞刻、卯汉、抛光、鎏金、掐丝、珐琅、镂空等晚唐全部金银细工技法。一件器物往往综合运用多种工艺，既承袭盛唐的雍容，又透出中晚唐先例精巧的过渡气息。而这也是第一次透过出土文物拼合出晚唐茶艺的制、碾、罗、煮、琢的完整链条，激发着人们去想象它的使用者，一位节度使夫人在帝国与藩镇的博弈中，在家庭中可能扮演过的角色。他的茶盏是温柔清冽，还是浓郁热烈？承载着哪些历史的烽烟？他的随葬品还有哪些？随着盗墓贼去向不明，人们已经无从知道更多的细节。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如果您对齐国太夫人墓有不一样的见解，欢迎在评论区发表意见。喜欢的观众别忘了点赞关注。眼见古今，与您下期再见。